30英格拉姆1号机外观非常符合原作动画形象，并没有通过魔改增加不必要的元素。主体的特征非常明显，极大程度还原了不对称设计的标志性头部。全身的白色漆面相对比较平整，但黑色涂装多少有点问题，主要集中在胸口两侧和背部。关节的防尘罩全部使用了真实布料，也进一步提高了整体的还原程度。肩甲的警灯开启后有闪烁效果，灯光也有不错的亮度。这次30完全没有进行旧化处理，只是做了简单渗线，让主体的细节能够更加突出。头部可以上下活动，可以左右晃动和360度旋转。肩甲是球形关节连接，但是活动范围不算太大。大臂平台极限可以超过90度一点点，因为防尘罩的干涉，大臂不能360度旋转。二头肌也是同理，肘关节弯曲角度可以超过90度，小臂可以旋转。手腕是球形关节，需要插拔替换手型，右手腕可以拉长，便于拔枪。胸口左右晃动的范围较大，可以向前弯折。因为有防尘罩遮挡，所以看不清内部关节长什么样。腰部也会受到防尘罩的干涉，转动范围不大，而且很紧。大腿前后抬起都是90度，侧踢角度非常有限，根部只能小幅度旋转。膝盖关节弯折角度比较理想。脚踝装甲有可动关节，脚掌可以前后活动，左右接地的范围基本够用。打开右小腿，内部隐藏的左轮手枪可以取下。驾驶舱的打开方式和动画基本一致。全野明的涂装和细节刻画在这个尺寸上算是可以接受。锁骨位置有可以打开的警灯，不过材质看上去非常廉价。肩甲的灯光开启需要拆下灯组再按动开关。左臂2个小零件拆下后一定要保存好，可以安装盾牌。配件还有替换的天线、防弹面罩。短款警棍可以收纳在盾牌内部，长款的用来手持，但是没有伸缩功能。霰弹枪可以展开，可以手动上膛。30英格拉姆1号机的尺寸不大，和万代的拼装玩具基本是同一水平线上的尺寸和高度。主体内置了部分合金零件，很大程度的确保了稳定性和整体的坚固。漆面比较容易残留指纹，也要注意避免剐蹭掉漆，做好必要的保护。布置防尘罩虽然还原，但是也会一定程度的限制到主体的可动幅度。猜吧，该谁了？